为了进一步扩大新东方的商业版图，俞敏洪采取了大胆的分封制策略，让每个人各自管理自己的一个板块。这种做法极大地调动了海归合伙人的创业激情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策略埋下的苦果也将显现。由于过分以个人利益为先导，合伙人在逐利的同时会优先考虑自己，而非公司的全局发展。这种模式因为缺乏合理的权责分配和组织架构，为新东方的长线发展埋下了重重隐患。诸如在蛋糕份额已经分好的局面下，新的业务出现很快造成了诸侯之间饿狼扑食般的争夺。俞敏洪要做图书出版业务，将会有其他人不平衡，凭什么由你俞敏洪做？我对图书出版也不陌生啊。王翔要做电脑培训业务，但其他人也想来分这块蛋糕。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，同时过度分权带来了成员间的各自为政，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地盘希腊家庭成员形成家族经营，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和新东方的日渐分裂。那时的新东方内部已经产生了4大家族：朱子厚、朱伟兄弟、胡敏兄弟与胡敏妻子、何信全夫妇、俞敏洪家族。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，将极大影响新东方的发展。作为新东方创始人，改革的第一步必须从俞敏洪开始。虽然4大家族中，俞夏对新东方的介入不是最深的，但论其改革难度，俞家是最麻烦的一家，因为改革的最关键一步是赶走俞敏洪的母亲。俞敏洪的母亲李八妹是个狠人，她常自称新东方之母。凡是和公司内部人争吵，她必拿新东方的营业执照，还是我领回来的战绩。俞敏洪早年丧父，是母亲将他培养成人。创办新东方后，李白妹陆续拿下学校住宿班、食堂、教材小刷、教室录音、磁带等采购业务，并持续安排家族成员手握财权。既有老板母亲的身份加持，让李八妹行事风格泼辣，成了俞夏家族成员的坚强后盾。199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，俞敏洪正和朋友们在新东方餐厅吃饭，鲁家外忽然传来大声的哭闹声。他准确地识别说那是母亲的声音。哭闹起因是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被人拿走了。李八妹认为儿子要赶走秦晴，他一口气赶到俞敏洪吃饭的地方，是要讨个说法。俞敏洪一脸干容，按照惯例，他都是借机逃跑，对冲突他有本能的恐惧。但眼下母亲已经堵在了门口，徐小平却说：“俞敏洪，敏洪，你不要理他，别管他这一套像汉子一样走出去。”王小雨说：“敏洪，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，镇住他，以后就不会这样了。”兄弟的劝说在俞敏洪的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，他鼓起勇气，慢慢地腾挪自己的步伐向外走去，然后扑通一声，当着所有围观者的面向母亲跪下了。事后，王翔对此回忆：“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，可是他跪下了，顿时让我崩溃了。”那段时间，俞敏洪是崩溃的。他是新东方的领头羊，一边是要让公司一定走向正规化、科学、健康的发展，而另一边是含辛茹苦把他送进大学，对他人生有再造之恩的母亲。新东方终归要往前走。2001年，在徐小平、王强以共同递上辞职信为威胁后，俞敏洪终于做出了最后的选择。他宣布，凡是直系亲属一律不得进入新东方，这其中包括他的母亲。这份角色对于俞敏洪来说尤其重要，这代表他可以直视内心恐惧，放下对亲情的羁绊，让理性战胜感性。分封制下的第一个问题被解决了。为了进一步解决诸侯割据的弊病，新东方开启了股份制改造。这一次九死一生。2000年初，人民大学进入研究所所长、资本市场运作专家王明夫教授俞敏洪执照，为新东方设计未来的组织结构和发展路径。看完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后，他先告诉俞敏洪一个坏消息：你们的组织结构没法看。但紧接着他又补充道：根据你们现在的情况，你们新东方只要能够上市，至少值50亿元人民币，高的话还可能到100亿元人民币。这个消息砸晕的俞敏洪，他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一手起家的事业竟然能值这么多钱。当时的新东方即使业绩再好，每人每年实际能分到的收入最多几百万元。可关键时刻，俞敏洪犹豫了。这是他性格中的复杂一面，他想要赚钱，但又害怕大规模的扩张、收购会带来潜在的风险，因此更习惯像农民耕一般一步一个脚印。同时，作为一个昔日的北大教师，他对教育本身抱有情怀。教育求稳，资本求快。一旦上市，在资本的助推下，教育质量和教育理想也难免遭受歧视。届时他将无法掌控。但他的犹豫在其他人眼
则是农民思想过于保守。这帮大部分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海归，对俞敏洪的保守主义做派感到可笑，也把批评俞敏洪视为责无旁贷。在新东方，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俞敏洪。俞敏洪给学生上课，讲到 leadership 这个单词，他就以自己举例，自己是一个没有 shift 的 leader， 鼓励学生努力建造自己的人生舰船。王小广听到后马上反驳，不对，老俞是 lacks leadership 的 leader。新东方老师上课时也喜欢调侃俞敏洪，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，管新东方厕所还可以。这是新东方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其实所有合伙人都认为俞敏洪是新东方老大，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服从他的管理。每个人对俞敏洪都有一堆的意见、建议，期许他们挨个充当兄长、父亲、母亲的角色，是要把这只来自江阴的土鳖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。那段日子里，在几乎所有人都事实上市的情况下，经过反复纠结、挣扎、考虑和权衡之后，俞敏洪说出了 yes。2000年5月，新东方正式开始了股份制改造。5个月后，东方人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成立公司的意大利好，从此结束了新东方分封割据的利益布局。过去是草台班子各自为政，如今他们必须要整合、改编、上交共同利益，成为同一家公司的股东，评估我功劳，分配股份和作息。然而，成立公司后，第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，它引发的毛几乎让新东方土崩瓦解。2000年，民办教育尚未像如今一样遍地开花，相关法律政策对民办教育的限制也颇多。其中一个限制就是民办学校不允许股份化。在当时国家私营教育制度下，新东方学校性质为私立公有。新东方学校作为新东方公司的主要营收主体，此时在产权归属上并不属于股东，而俞敏洪是唯一的法人代表，唯一的巨额收入可支配者。因为此前对政策的不了解，终于在这一问题面前都懵了。如果学校的收入不能被法律允许转出至公司，那么所谓公司不过是一句空壳。除了俞敏洪外，他们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。这是一个横亘在俞敏洪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纠葛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，除了寄托于未来法律完善，还需要股东们与俞敏洪之间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信任堡垒。然而，商业利益面前，人性的脆弱开始彰显。当原本清晰可见的致富路径变得模糊不清，公司的发展陷入停滞，失望、怀疑、恐惧和巨大的不幸笼罩在股东们中间。流言开始四散，王明夫是俞敏洪给我们下的一个套子，俞敏洪毒酒是病犬，种种猜测甲指向了俞敏洪道德的败坏。他们怀疑这一切是俞敏洪的阴谋，是俞敏洪以资本的名义独吞所有人的钱。此前新东方的内部斗争是一场大乱斗，表面上是观念不同，背后则是利益纠葛。因为利益不同，阵营的人在不同问题上交叉抱团。有的事情上，王强和徐小平抱团对抗俞敏洪，有时王强可能又站在了俞敏洪一边，反对徐小平和其他小股东。但此时这些次要矛盾全部转化为一致的对俞敏洪的主要矛盾。在反复斟酌商议后，他们决定制衡俞敏洪。第一个做法就是削他的权。新东方内斗多年，元老们经常对俞敏洪说出这样的话：俞敏洪，你一个农民出身，新的新东方要进行现代化发展了，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你。所以如果你不当董事长和总裁的话，也许我们就能把新东方带上正轨。客观上，这些人渡不了他，因为全体股东们就算全部加起来，也对他构不成威胁。新东方的股权分配曾有过2次方案，一是俞敏洪宣布放弃控股权，个人占49%股份。这个方案被王明富团队否决，他们认为，如果创始人不掌握绝对控股权，那么会容易在未来的股东投票中被踢出局。这方面有很多人付出过惨痛代价。2001年新浪上市1年后，其创始人王志东以6%的股份被票投出局，一代 IT 巨头黯然落幕。于是在第二个方案中，俞敏洪的股权比例变成了55%，其中他个人占45%，剩下10%由他暂为保管，以赠与未来有志加入新东方的骨干员工。因此，俞敏洪获得了绝对控股权，但代价是之后股东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恐慌，股份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，而眼前俞敏洪又掌握绝对权力，随时害怕自己的付出会付诸东流。眼下状况对于俞敏洪来说，同样是一场僵局。为了重新获取股东们的信任，防止新东方瓦解，他决定放权。2000年12月20号，俞敏洪在董事会上宣布辞去 CEO 职位，由王强接任下一任 CEO。
新董事会的决议速度很快，他们迅速组成 CEO 联席会议这一行政班子，而俞敏洪被排除在外。他不再有权干涉公司、学校的具体管理。每次开会，他只能焦急地等在会议室门外，等待联席会议对某项事务的最终决策，因为他只有知情权。不料，联席会议成了批斗俞敏洪的绝佳场所，大大批判他过于依赖个人经验和直觉做决策的行事作风。小到俞敏洪不应该在元宵节给学生发巧克力，而除了批斗，联席会议几乎没有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决策。这是一群善于演讲、辩论和教课教学的团队，但唯独不懂管理和运营公司。在创业公司野蛮生长的年代，很多公司的领导层都缺乏管理和运营的基本知识，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。新东方内部却常常发谁也不听谁的现象。王翔任董事长后提出的人事任命，常被徐小平否决，他认为王强在动他的地盘，但徐小平的做法也没能得到其他人的肯定。他在互相心生嫌疑，谁也不真正服谁，缺少制度和规则的笼罩，整个新东方乱成了一锅粥，没有谁能真正拍板。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，王明夫决定请辞。他告诉俞敏洪，你们内部人面临着没有一个人懂商业逻辑的困境，没有头脑又互相纠缠不清，群龙无首，此起彼伏的内部斗争让新东方宛如在海中航行的一艘巨轮，正面临着既有逆伐又无补给的情形。而此时又一阵飓风袭来了。2000年12月23日凌晨，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中的俞敏洪突然接到同事的紧急电话，称前一天 ETS 致函新东方，要求新东方立即撤下全部考试试题，并对新东方的侵权行为表示强烈抗议。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简称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找上门来，他指向的是新东方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盗版问题。EDS 是托福、GRE、GMAT 考试的主办方，初号对这些考试试题有独家版权规定，任何机构、个人未经允许都不能散发。学生考试结束后也要上交试号，保证试题的绝密性。但因为跟距离等各方面原因，在中国他们没办法做到考完试后全部收回试号，所以一开始 ETS 是允许试号被中国考生带回去的。但慢慢的，这些试号真题就流入到了市场。90年代适逢留学热，因为当时国内存在着巨大的需求，于是盗版真题应运而生了。一些培训机构和盗版商通过整理这些往年真来吸引学生报名，或者直接卖给考生牟利。新东方也是盗版链中的一环。这件事一直是俞敏洪心中的一根刺。他了解到，要想合法合规的解决盗版问题，就必须找到 ETS 官方，由他们向中国授权秀拿的合法使用。当时 EDS 已向很多国家开放了版权授权，这些国家的考生均可以在合法渠道购买 EPS 习题，但对中国他们始终不给授权。1995年底，俞敏洪前往美国 ETS 的总部普林斯顿，希望达成合作。他在门外站了整整5个小时，从老板一开始答应见面，后面又改成与办公室主任协商，最后干脆是坚决不见。然而，在拒绝谈话的同时，对于新东方的侵权行为， EDS 一直虎视眈眈。1996和1997年，他们先后2次向北京工商局举报查封新东方。1997年8月 ，ETS 终于同意与新东方达成部分合作，以开放20套托福试题为条件，向新东方收取每年$25,000的授权使用费用。但试题仅能用于课堂发放，不允许被学生带回家。合作归合作， ETSS 依然拒绝在中国开放其试题的授权出版。1998及1999年，俞敏洪又2次前往美国商业合作，均无功而返。面对这场几乎吞噬新东方出国培训业务的危机，昔日欠得不可收拾的朋友们此时齐聚在了会议室里，放下派系斗争、利益纠葛，并在寻找破局之路上各司其职。很快，大家决定，一是由负责国际事务的朱子厚积极开辟与 ETS 对话谈判的通道；二审拿出200万资金，由负责教学的胡敏组织编写托福复习资料，彻底摆脱 ETS 未来的版权控制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在2001年1月 ETS 发给美国各大学负责人的信函中找到了绝好的突破口。这封信函中 ，EDS 提醒美国各学校负责人，我们最近几个月开始意识到，中国地区有人盗窃和未经授权使用保护的托福和 GRE 考试资料，我们因此敦促你们谨慎处理所有中国申请人提供的托福+1分数，对中国申请人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进行仔细审核尤为重要。他们的考分应该得到其他申请材料的印证和支持。
这封信在言语上有一定的克制，可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。盗版是具体的法律问题，更多的是盗版商和相关机构的责任，而且关键是因为 EDS 不对中国开放版权，学生也就没有办法通过合法途径买到正版习题。但 EDS 的潜台词成了全体中国考生都有作弊嫌疑，这几乎是对所有参加托福加1的中国考生的指控。他们指导着美国各大学像防盗贼一样防范中国考生，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证据。这是无证据情况，对中国学生的有罪推定不仅违反了美国法律精神，也上升至明晰明的种族歧视问题。此言一出，立刻在中国校园里炸开了锅。2001年2月16日，距离一天在上年末炮轰新东方过去2个半月后，新东方的反击开始了。俞敏洪在新浪网发布新东方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声明，指向 ETS 涉嫌种族歧视，侵犯中国学生的集体荣誉，并回顾了新东方3次被 ETS 拒绝的历史，赢得了舆论的同情和支持。5月2号，新东方主要高层聚首来到美国，和过去拒绝沟通的 APS 工作人员坐在了同一张会议桌上。ETS 态度仍然强硬，他们要求新东方无条件索赔1500万美元。俞敏洪傻了眼，新东方自1993年创办至今，全部利润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。面对荒谬的要价，这一次俞敏洪终于说了不。然后他甩下了一个重磅炸弹。当时雅思考试在中国崛起，如果 EDS 拒绝与新东方沟通，那么未来新东方会积极促成与雅思的合作。而且新东方正在组织编写属于新东方版权的托福考试复习资料。再往下发展，摆脱 ETS 的知识产权指日可待。这一回轮到 ETS 慌了。当天会议结束后，他们向俞敏洪提议，要不改天继续谈。相比于过去几年，俞敏洪无论怎么祈求，伊迪丝都拒而不谈的傲慢，谈判的主动权终于转移到了新东方。当然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对手的态度是傲慢还是主动，取决于我们手里的牌有多少。由于各种原因，新东方和 ETS 这只巨兽的缠斗之后还持续了多年，而缠斗之中有些东西正在被改变。2003年9月27日，ETS 就著作权及商标权纠纷起诉新东方，案件取得一审胜诉，获赔1000多万人民币。而也在同年9月，ETS 与国内另一家企业泰德教育集团合作出版的托福全真试题及发行，结束了中国无 ETS 授权正版托福材料的局面。再到2007年，ETS 终于与新东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，新东方成为中国唯一一家 GETS 授权，在其培训课程中提供托福模考产品的语言选项。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其实，在整个新东方与 ETS 的交手过程中，有个问题始终很关键，就是为什么 ETS 之前始终不肯对中国开放习题的授权。俞敏洪一开始也一直想不通，如果问题的核心是利益争端，为什么 ETS 罔顾商业逻辑，非要和新东方作对？但后来他明白了，这本质上是一种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来想问题的偏见。2001年，徐小平接受3联采访，谈到中美在考试理念上的冲突，大致解释了其中的逻辑。ETS 认为考试是一种智力的测试，而智力是天生的，不是被培训出来的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反正学生各有出路。所以他们讨厌新东方，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培训，要在考试上这么努力。徐小平说，远东经济评论曾对中国学生的拼命考试做过很轻蔑的报道，但他们永远不明白，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这么拼命。那问题在哪呢？问题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，我们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国情。一个中国人生下来将面临90被大学淘汰的可能，而一个美国人生下来可能会有100所大学向他喊话的机会。命运对中国人太严峻了，被西方人看作很神圣的教育，在我们这里成了一种摆脱压力、改变命运的手段。是中国人就必须付出超长的奋斗。中国人的这种生存方式与奋斗方式，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。所以根源来自我们与美国的人口基数、竞争压力、教育资源的完备程度都截然不同。一个吃饱的人无法理解饿是什么滋味，我们没有那么富裕，所以不敢放弃任何一个突围的机会，所以会做出他们无法理解的努力。EDS 在漫长时间始终拒绝给中国开放授权，对无数拼命学习的中国学生抱有偏见，甚至涉及歧视，让人想到《晋书·惠帝纪》中那个著名的故事：天下慌乱，百姓饿死，帝曰：何不食肉糜？时间回到2004年，这一年对于俞敏洪来说意义非凡。
当时 EDS 危机虽然没有完全解决，但已经在流程之中。他也终于回到了董事长与总裁位置。1年前，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，学校可以变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机构，学校资产可以明确划归举办人所有。俞敏洪顺利地将举办人从他个人更换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，集团内部的斗争也终于偃旗息鼓了。这一年，著名私募股权公司老虎基金进入新东方，以投资3000万美元的支出，获得新东方10%的股份。充足的现金流，投资人的期许，给了俞敏洪和新东方人巨大的信心。那些他们曾为此打得头破血流的事，终于看到了曙光。新东方要上市了。2006年9月7号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，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教育机构。早上9点，俞敏洪站在纽交所的敲钟台前，他的身边一边有徐小平、王强和包凡，这3位老友也站着谢东宁、陈向东、沙云龙这些新加入新东方的员工。站在台上的俞敏沈如隔世。那年他44岁，亚洲周刊将他评为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，但此时他的心情十分复杂。纽交所的欢庆晚宴结束后，所有人都喝醉了，他一个人缩在了哈德逊河边待了1个小时。映照在他脸上的情绪不光是喜悦，还有迷茫、无奈和隐隐的失落。一个新的企业发展阶段来了，他知道那些曾经陪伴过他的人即将远去。上市前夕的2004年，大江湖闵、江博离开新东方，另起炉灶。徐小平与王强也即将抛售股份，套现走人，并在此后创立了真格基金。新东方的3驾马车，如今只剩下1人，孤单、寂寞、茫然，像哈德逊河边吹过的冷风一样，足以令他打一个冷战。当年的兄弟们分道扬镳了，他必须独自面临新的挑战。上市之后，新东方会变得更好吗？如何跟新入局的资本力量打交道？资本追求速度，而教育追求稳当，他的教育理想又是否会受到伤害？10余年奋斗，新东方成了一艘更大的船，也即将走向一片有更多暗流的怒海上。动手，俞敏洪回头看了看，少了很多同伴。上市之后，新东方踏上了发展的高速公路。2007年5月，上市8个月后，新东方留学直通车全国推广管理中心成立。同年11月，新东方成立国际高中项目部。2008年3月，新东方全面推进中学全科培训业务，推出优能中学教育子品牌。同年5月，新东方在全国已开设207个教学点，学员总数127万。2012年财年末，新东方全国教学点已经突破至664个，学员总数超过240万人。如同白杨的春笋，上市后的新东方一路直冲云霄，惊人的扩张速度，更多的财富，更大的影响力，以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。可就在一片大好的势头之下，漫天乌云突然滚滚而来，一个名字横在了所有新东方人的面前：浑水。2012年7月18号，美国浑水公司突然在其网站上针对新东方发布了90多页的调研报告。在报告中，浑水对新东方提出3大指控：一、指控新东方部分或全部学校数量作假，总收入不实；二、指控新东方财务报表没有准确反映北京海淀学校缴纳的企业所得税；三、指控新东方将不同利益实体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公司报表。指控条理清晰，看起来相当实锤。事发突然，美股反应强烈，2天之内，新东方股价从每股20多美元迅速跌到9.5美元，市值蒸发近20亿美元。浑水在中概股市场享有未败神话，这是一家专门做空中概股的公司。其名浑水，取自中国成语浑水摸鱼。其创始人卡森·布洛克是个中国通，他了解当时中国公司在上市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造假行为。许多上市公司把收入至少夸大了100倍，因此他的目的就是做空股价，然后趁股价大跌时从中得益。2010至2019年，浑水先后做空过16家中概股公司，其中9家公司被摘牌退市，其余都受重创。浑水屡屡得手，让中概股在北美资本市场基本上失去了信用。新东方面临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，而战场上打败对手的是行动和速度。7月19号下午，遭受浑水攻击的第2天后，俞敏洪迅速面对媒体对浑水指责一一予以回击，然后第2件事稳住股价。他迅速召集了一批企业家朋友，马云、郭广昌等人。相比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运营机制的不了解，国内的这群朋友
显然更了解中国和俞敏洪的为人。他们问俞敏洪：“老俞，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你就告诉我们实情，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；如果不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来买新东方的股票，帮你把股价拉回来。”俞敏洪回复：“新东方从来没有做过假账，这是我的底线。”朋友听完后说道：“不要再讲了，喝酒吧。”不到2天的时间，新东方股价从9.5美元回升至12美元左右。诋毁假账是俞敏洪的做人准则。事业刚创时，他已经懂得将账目问题公开透明化。他有个要求，不管是花公司的任何1分钱都需要记账。为了起带头作用，他自己吃饭也绝不会花公司账上的钱。就算当初经历了家族经营时期，他也绝不允许任何亲戚干涉财务。珍贵的不作假传统，让俞敏洪走过了浑水攻击的第一个关口。紧接着，俞敏洪开始了自证。这件事情很难，就像一个没有偷窃的人，要拼力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小偷。但为了重新获得股民的信任，这条路又不得不走。他聘请了国际知名独立律师事务所会计独立调查团，以1500万美元酬劳的代价，让调查团搬走新东方全部电脑，拆走所有硬盘，最后做出事无巨细的调查报告。1年半以后，报告终于出炉，他被递交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，新东方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。俞敏洪又赢了，他的底线加深了在中概股市场无往不胜的浑水公司，也为中国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赢回了尊严。整理战袍，他又将踏入下一个战场。2016年2月，新东方旗下公司新东方在线获得腾讯3.2亿元投资。7月，新东方集团与新东方在线共同成立东方优播，专注 K12 领域。2017年4月，北京双师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，借助双室模式开疆拓土。双摄模式指1堂课由2名老师共同完成，线上名师直播授课，线下辅导老师在实地课堂辅助教学。双持模式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名师资源稀缺、分配不均的问题。新东方一方面在大中型城市以盈利为目的推广双师，同时也向农村、偏远、欠发达地区的中小输送公益教育资源。也是在2017年4月，新东方市值突破100亿美元，成为中国第一家市值过100亿美元的教育品牌。迅猛的发，让俞敏洪带领新东方第2次、第3次登陆资本市场。2019年3月28号，新东方在线在香港联交所上市，成为港股在线教育第1股。2020年11月9号，新东方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，成为中国首家同时登陆美股和港股的教育公司。在上市仪式上，58岁的俞敏洪第3次敲钟。鲜花着锦的形式中，他信心满满，神采奕奕，浑然不知等待他的是命运的再次臣服。2016年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10周年专场活动，名人看10年，一共邀请了郭广昌、刘永好、俞敏洪、马云等10位企业家，共同讨论中国未来发展10年。轮到俞敏洪时，他站在台上，春风满面地说：“面向未来的10年呢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小米、乐视一定都在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视野中间。”问大家一个问题是：100年中国经济的兴盛和中国的昌盛，是不是这些公司还会在？我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就不在了，可能未来100年以后，巴巴、阿里之类的就出现了啊。但是什么东西能够保证中国的可持续的发展呢？我认为只有2个字，就是教育。所以100年以后，新东方一定还会在。马云立即回：这里面犯了2个逻辑错误。呵呵，第一个逻辑错误呢，10年以内我们未必，可能3年内就不在了。现在哪个互联网公司真正能红3年的很难。第二个，教育在新东方内都会在。啊，这是两码事情。教育不等于新东方，但是教育肯定会在。这是站在2016年对未来10年的展望，如今似乎一语成谶。身处时局的人无法想象未来，这是局限，也是命运。刚未尝不是机遇，新的时代正在到来。潮水退去之时，谁成了裸泳者，谁又能走向下一个坐标？